哎，算了，还是叫你一声李诞吧。请沉稳的帮我读读我的投稿啊，沉稳。我今年32岁，看不太清。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性格好，乐观向上，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小太阳、人间清醒类型。本人是爱情至上的三好学生，感情经历不多，喜欢追求精神共鸣，一生致力择一人而终。我的天！好的，我今年年初遇到一个人，10年前追过我，挺长一段时间。那时候年龄小，稀里糊涂错过了。后面几年我出国读书归来，他从北京发展几年，回到了家乡。重逢，感觉彼此都成长了很多，就在一起了。一开始隐瞒了我他二婚的情况。我觉得认识一个人要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慢慢接受，心里有期待，他能更懂得珍惜婚姻。我们领证的时候和美剧里菲奥娜第一段婚姻很像。哪个美剧啊？在一起觉得很幸福，一商量就冲了，婚戒都没有。什么呀，无耻家庭啊！那时双方家长没见过面，怕父母担心，也隐瞒了他的婚姻情况，纯自己做主。为什么选择他呢？我不是冲昏头脑，是喜欢这个人。我们有点像那种万能搭子，一切都很合拍自在，有生理性的喜欢，也能喝酒聊天到深夜。实话说，他对我也很耐心，不过抠呢也是真的。领证后的短短6个月，我就开始吃婚姻的苦了。还行，6个月还可以了，这不还是有甜蜜的5个月吗？接触了原生家庭后，发现他有个强势打压他的爸，动不动就给他断粮，尖酸刻薄的妈，表里不一，宠溺儿子，挑拨离间，有点妈宝的他。一开始他父母表现得很喜欢我，可能是因为二婚吧，就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换了个儿媳妇，从第一次见我就催我生孩子，我也就大大方方的怀了。结果就是怀孕了3个月，除了私下挑唆，从来没问过我一句，这些我都在忍。我想着谁家锅底都有灰，磨合解决问题更重要，只图我们感情好。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发现他和我在一起之前就有一个长期聊天的对象，装单身。细思极恐的是，这女的就在我家楼下小区里的学校工作。还有我孕期去找，还有在我孕期的时候，他去找已婚的女人吃牛脆脆。从小到大第一次被扎，发现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气愤。也许半年压抑的婚姻里就在等这一刻。经过半个月的隐忍思考之后，摊牌了。他不承认，紧接着就大出血了。第2天去签了离婚协议，看我真敢签，他开始认错。第3天叫货拉拉从他家搬东西回自己家，他去找我父母下跪道歉。第4天又继续出血，住院了，我的宝宝走了。无比的痛苦，我多想成为和我妈妈一样的好的妈妈，一生去爱她。这件事发生到现在，我更爱我的爸爸妈妈了，因为我知道对于传统家庭的父母，他们选择第一时间支持我有多么大的爱和底气。短短的1周终结了接近1年的感情，像做梦一样。我现在就是允许自己浸泡在痛苦里，等到领离婚证的那一天涅槃重生。我一直没有惧怕过年龄，现在问我，我还是相信爱情，但从没相信过永恒。你从没相信过吗？你等等啊！感情经历不多，喜欢追求精神共鸣，一生致力择一人而终。姐妹儿，你就是吃了谈得少的苦啊！好吧，你还是太相信永恒了。你早不相信永恒，你早多谈点，你不至于。
爱着的每一天幸福就足够了。想跟很多姐妹们分享我的3点经验教训：一是可以选择离过婚的男人，但一定要了解清楚对方离婚的原因；二就是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原生家庭，这真的很重要。三，不管发生什么，依然要相信爱情。你是这个总结啊？我有一些不同版本的总结，我能给你重新总结一下吗，姐妹儿？哎，咱们先抢波券吧，把2个发券吧，抢波券了，来，买牛脆脆，今天牛脆脆有活动啊，朋友们。哎呦，真头晕呢。咱们先抢个券吧，买水杯也可以。它后面还有呢。哎呀，我先给他念完吧。说什么？这什么老师有一句话给他的感受，你们这个抢到券的朋友帮我用一下，感谢啊。这个，不然没抢到的朋友会很伤感。买牛脆脆啊！今天是这个旧包装轻包装库存，把这个2罐3罐都赠酸奶的小奶帽。你们喜欢吃那个小奶帽的话，尝尝这个赠的酸奶小奶帽，味道不一样。感谢大家。今天还有一个爆款，就是这个到处断货，我这儿也是预售，到处断货的这个哪吒官方的这个算番外了。感谢大家，第一次来的朋友可以点个链接，点个关注。说婚姻不是要把人绑死，是把人给激活。如果压抑，那不如中气十足、雄壮狂野的去爱这个世界，那我支持。但夸夸我的勇气吧，是你这个说的是对的啊，支持，夸。但是啊。如果哪天上海街头偶遇，一起喝一杯，聊聊这什么什么的人生。这上海街头偶遇啊，我肯定得多高低，我得给你2句啊，姐妹儿。行，我现在说了，这当面我又不好意思说难听的话，你这个总结是有问题的啊。你这段短暂的婚姻要总结的经验教训，你总结出来是说：一可以选择2婚，但要了解他这个离婚原因；2是了解对方原生家庭；3要依然相信爱情。我也就同意3，1和2是不对的。1，结婚之前见家长，就不用说什么了解原生家庭什么的，这容易把人绕进去，容易糊涂。什么叫了解人家原生家庭？什么意思？啥意思呢？是吧？你判断了说这原生家庭不好，但是你很爱这个人，真的就不能在一起吗？也不一定。核心的关键是你结婚之前你见家长，你对自己未来要面对什么样的人，你有一个判断。第2，怀孕生孩子，稍微想的再清楚一点啊，是吧？你要总结经验教训。你看你这身体不给自己身体搞垮了吗？这个不是很重要吗？这玩意儿能大大方方吗？惊了呀！我就大大方方回来了，这玩意儿是大方的事吗？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气气啊，这时候要小气气，谨谨慎慎，怎么能大大方方呢？是不是？是不是？我帮你总结一下啊。还有就是，不要一上来就说什么一生致力于择一人而终，什么这些，别有这种预设，对自己一个理想的爱情、理想的婚姻有一种预设、一种幻想。一旦有个幻想，会怎么样呢？你一旦对这种理想的爱情、未来人生有一种幻想，就2种下场。第一就是碰了骗子。就他有一些行为，有一些浪漫，有一些举动，有一些跟你彻夜什么喝酒谈天，你觉得就是他了，你就中招了。
一下匹配上个1-2点，你就觉得全匹配全对，我的人生就交给他了，这能对吗？第二呢，就是你有这种幻想，然后碰到一个人，其实哪儿都挺好，哎哪儿都去，哎就一点没符合，又完了，又崩溃了，又过不下去了。不要有这种预设，是不是？谈恋爱它就是一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事儿，你怎么哪那么正好呢？就跟你想象的一样，是不是？啊，多谈，不要有这种预设呢，你就可以多谈一点嘛，多谈点，多见识见识，别一上来就咔咔就冲着结婚什么的。感谢楚别人的礼物，你多见识见识，了解了解，知道知道。魔芋，我觉得香辣味好吃。好吧，姐妹儿，认真的回答你。这个人有这个理想型，我其实说过好几次，人有这个理想型，有对未来生活的那种完整童话般的幻想，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象就可以了。要模糊的精确，不要精确的模糊，是吧？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想象，觉得自己将来身体健康啊，每天能吃到点自己喜欢吃的饭，旁边呢坐一个喜欢的人，这人什么样不知道啊，喜欢的人碰上了不就知道了？这人是谁？不知道呀，碰上了不就知道了吗？昨天和明天是一个人吗？不知道呀。昨天喜欢你，明天不喜欢了，不就分了吗？你饭照样吃不就行了吗？你这都想好了，说必须是他，就得是他，给他生孩子，结婚。别了，别这样啊！想清楚一点，是吧？你喜欢孩子，喜欢小朋友，你就，对吧？你看你这给自己身体弄成这样，你就好好的生下来，你就喜欢自己养不也行吗？这个哪吒发货好像得好多天，它是预售。这个还是牛脆脆卖的好，2000罐，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个库存还没清完吗？这老包装做了多少了？卖2000罐还没清完。2罐送1袋酸奶小奶棒，三罐送2袋。小辣片加赠随机口味2袋，抽5个人。魔芋小辣片。不对，这是西梅干。魔芋小辣片。哎呀，姐妹啊，最后呢，对你也没啥嘱咐了，感觉该说的也都说了，保重身体啊。哎，相信爱情，我是非常支持你。多谈，多谈，猛谈。但敏感、内耗、内向的人在职场里感觉领导不喜欢自己，该怎么办？领导为什么要喜欢你？你要跟领导谈恋爱吗？他为什么要喜欢你？他如果真喜欢你，可能还挺麻烦的。领导为什么要喜欢你啊？大家出来工作的这些朋友们，为什么要让领导喜欢你啊？多吓人呐！
喜欢你多可怕呀！不喜欢你喜欢他吗？难道你喜欢你的领导吗？你不是不喜欢吗？既然你不喜欢你的领导，你凭什么要求你的领导喜欢你呢？感情不是双向的吗？你难道喜欢他吗？不喜欢吧？为什么你会纠结说我的领导怎么不喜欢我呀？你爱上人家了吗？啊？是不是？本人和大学同学一起进入了这个单位工作，是很好的朋友，简称 A 吧。A 是一个嘴甜、会办事儿、干什么都很积极的女孩，很讨喜。哎，你俩真的关系很好吗？关系很好，这么描述人家？我和 A 的工作几乎是捆绑在一起的。A 比较粗心，有什么事儿几乎都是我善后。你俩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吗？所以跟 A 比起来，我就显得不会办事儿，嘴不甜不讨喜。之前我不在乎人情世故，觉得我只要踏实肯干，就一定会被领导发现。但是最近这种感觉越来越糟糕了，领导只跟他交接任务，而且我们组只有我们2个女生，大家都会更关心 A 一点，领导也会更关心 A 的状态。前几天部门聚餐结束，我们结束聚餐后，我跟领导打招呼，领导都没有理我，全程只跟 A 在交谈，这让我心里更加不舒服。我也想进步啊，我该怎么办？做点什么？你快别进步了！你要干什么？你给我回来！你别进步了，太吓人了！你回来！你给我原地踏步！真逗鱼，还要进步！如果 A 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的话，我建议这个困扰你多跟 A 聊一聊，你们组成一种组合怎么样？啊，如果真的你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的话，你说你没事儿，我这个嘴笨啊，你没事，你们下次那个聊天的时候夸我2句，你让这个其他同事啊、领导也都知道，夸我，然后我出去我也夸你，咱们互相捧，相依为命，一起进步，对不对？别个人进步呀，一起进步，对不对？好不好？哎呀，真的是好朋友吗？这位朋友，姐妹儿，哎呀，我是觉得有的，我不揣测你的内心，我也不是那个，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事实在发生什么和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是很影响人的心态和判断的。很有可能你说的是真的啊，就是说这个女生确实是一个啊，就是社交能力很强吧，很招人喜欢。那你呢，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放大的，就是她的，我这说的直接一点啊，你给我的这个来信中呢，你放大的就是这个你的好朋友工作上的无能和情商上的不应该的高。我的建议是，如果这是真的，你再冷静判断判断，
如果这是真的，你可能要离他远一点，你整个离这些你就尽想办法离这些都远一点。但我觉得，我以我的个人的生活经验来判断啊，他应该跟真相离的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如果这不是真的，你可能要善于发现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善于发现他的优点。啊，人家真的是这个工作上很无能吗？就情商上这高，就纯靠一张嘴，纯靠抢你的功劳，然后大家都更喜欢他。你冷静判断判断啊！如果真的是当朋友的话，而且都是大学同学嘛，合则两利呀，分则两败啊。你没事多夸夸他，多向他学习啊，他没事多夸夸你，俩人互相帮助，一起进步，传为一段佳话，不好吗？是不是？是吧？你如果只是说这个，你就是嘴比较笨，你觉得他那个他的性格上的外向能弥补你的不足，但是你呢做事比较细心，是吧？你说他粗心，你能弥补他的不足，那不就是互相帮助呗，一起进步呗？别太在意这个什么领导喜欢谁不喜欢谁。每个月到月底，看一下钱少没少你一分啊就行了。然后到年底，看看你的奖金跟你这个好朋友 A 是不是差很多。没差很多的话，琢磨这些干啥呀？钱打你卡里不就完事儿了吗？差很多呢？其实我刚都说了，如果差很多呢，第一，可能这个环境就不对，就他刚刚描述的这个环境，也有可能啊，就这个环境可能就非常不好的，就是不看人的劳作成果的啊，是一个那种非常不好的那种溜须拍马的环境，也很有可能啊。我刚刚的建议就是，如果是真的是的话，你就离开这个环境啊。你怎么指望自己在这个环境里挣的比那个明明就比你更擅长溜须拍马的人挣得多呢？你就得离开啊，对吧？有可能啊，是吧？我只是说以我个人的人生经验判断，应该不是这样的，就是或者说程度应该没有这么重。那么说，如果不是这么严重的这种情况下呢，你还不如说跟你本来就是这个好朋友。你想想啊，这个在整个这个单位里受领导器重、同事喜爱的这个 A， 是不是你的大学好朋友呀？你是不是比所有人离这个，哎，我都特别不愿意用这个词，咱们就说资源吧，你是不是比所有人都离这个好的资源更近呢？你就利用啊，听懂了吧？哎。对吧？是吧？你就好好的，咱也不是说利用啊。你看，但是你看，因为我确实你这个来信，也就是这种，你这思路不知道，你就平时看了什么书，什么厚黑学什么之类的，这已经是变成这种思路了。这是大学同学啊，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就是心与心的连接，不行吗？啊，两个小姐妹一起从大学进了一个单位，两个人就平时聊聊呀，你俩不应该是最亲近的吗？彼此帮助，一起进步。
是我太天真了吗？是吧？你看你这个开头的问题就特别的像一个大学生，一个小朋友，但是让你天真的时候，你又不会天真了，是吧？很多朋友就是这样的，是吧？摆脱不了幼稚，但很快就摆脱了天真。都是天才，怎么做到的？就活得很大了，还是很幼稚，但是早就不天真了。你天真一点，你哪怕天真一点呢？你哪怕天真一点，这事儿有那么难吗？你稍微天真一点，这事儿是不是很简单？就从小不就是说跟好朋友，让好朋友帮助你吗？小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吗？不是我们从小在小学课堂里学到的吗？你哪怕天真一点，都不会有这么麻烦的事儿。感谢查之月，还有9分钟发券。柚子酒是酸口的。对呀、你看你们说这可以细聊啊。有朋友说这个说啊，同期进公司看着好朋友发展比自己好，嫉妒。对呀、这人之常情。但是是吧？你这咱都也是大学生，也是念过书的人，见贤思齐呀，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呀。学习好的朋友要帮助学习差的朋友呀。好吧，问题不大。春山小，看这好长。春山小的青梅酒很好喝，跟朋友跨年的时候喝的好开心，感谢。没事儿，不跨年也可以喝，来点，不用非得跨年喝，是不是？这个周末就可以喝起来。还有8分钟发券。我也不知道在哪啊，在左上角领券。对，我想起来，上回问了这。有点饿了，看我吃点啥。再饿会儿吧。我喜欢饥饿的感觉，但我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都藏不住，很不幸。我讨厌的人是我的家人，我哥，我亲哥的老婆。亲戚不叫家人。我父母和我哥住一个小区，因为我哥我嫂都工作，至今他们上6年级的孩子还要在上学，中午回来吃饭，周末也要来。我哥我嫂偶尔回来吃饭，这些呢还不会对我产生太大的困扰。但是过年的这段时间，他们一家每天中午回来吃饭，要一直待到吃完晚饭。因为我是大学生，所以我只能待在我父母家，我觉得很窒息。这个家里待了6个人，人口密度太大了。不行，那你找个操场，附近没有广场吗？公园，你操场找个地儿坐会儿不行吗？主要是这里还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只要我周围的空间里出现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会进入不舒服的状态，很消耗我的精神。最近我都很昏沉，你找公园晒太阳去啊！大家都在维持节日的气氛，但我感觉空气紧绷。他不喜欢我，他也不喜欢我，两个陌生人却待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喜欢对方，还要一起包饺子。
我太同情你了，我太理解你了，辛苦了，辛苦了，真不容易，还要一起包饺子，哎呀，真是听的人眼泪都要流下来，太惨了。我妈说我是个怪人，太孤僻了，也许我是吧，我没什么解决的办法，只有我工作离开这个家，对，是吧？再忍一忍吧，只能忍一忍。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感觉很孤单。写到这儿的时候，我已经有点想哭了，但我的房间不隔音。你哭，你可以默默流泪，也不用这样，你这个抽泣。下次这样想哭的时候，你抽泣就可以了啊，没关系，哭吧。我的困扰无人诉说，我觉得也许你不会嘲笑我为这些小事烦心。我没嘲笑，我刚嘲笑过吗？我没有吧？我没嘲笑啊，我很理解你啊，我是无奈的笑，没有嘲笑你。如果能读到，我会感谢，终于有人听我说这些。大几了，再忍忍吧，撤了啊！哎，真的好难受啊！我今天忍不住，还想跟我妈聊一聊。她问我到底有什么难受的，她说我是个怪胎。你妈聊天这么硬吗？壳这么硬啊？怪胎啊！她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因为这些小事儿气成这样。到后来，我都开始指责她，为什么我要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想要自己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没有我的空间啊！没有人有错，为什么我会这么难受？你别回家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妈要我理解她，我理解她，但我真的难受，我感觉我好像太脆弱了，是吧？很正常。我真的太敏感了，怎么了？敏感是错吗？敏感不是错，你个大学生你就应该敏感。忍一忍，教你一些小方法。你看我这个大脑袋，看我这个状态，想必我也不是那个多么，是吧？不怪胎的人吧？哎，如果非要聚在一起的时候，出去玩玩去，有朋友找朋友，玩玩去，吃点饭，转一转。没朋友，一个人找公园转转，溜达溜达，广场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晚上回家不就睡觉了吗？喝点酒，是不是？我想想，我大学那会儿回家过年，我要么就是把自己关在屋里看书，我们就出去玩喝，是不是？但我家还行啊，我跟我家里人喝也挺高兴，但我确实不喜欢那种一堆人那种气氛，我能理解你，你就出去不就行了吗？然后你可以试一试，明年过年你就不回家，整点那个寒假打点什么，给打点零工，赚点钱，住在学校申请一下什么的，你能理解你，没啥大事儿，再熬一熬，忍一忍，自己挣钱了就好。但这是一封感谢信，为什么要写感谢信呢？有一次我做梦，在梦里给你写了一封感谢信，所以梦醒之后，我就想把这封信写给你。记得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是讲述自己原生家庭的一场闹剧，我怎么感觉有印象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原生家庭中彻底走出来了，因为面对不合理的要求，我能很果断地说不。如果父亲有不尊重我的语言或行为，我能坚定而平和地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对我。我也不会顺从父母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直到有一次听到你讲自己的原生家庭，你说了一句，可以不原谅，但不要有仇恨。
这句话让我认真思考了很久。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是带着些恨意的，不管恨的多还是少，都是有恨的。我翻了一些和原生家庭相关的书来读，终于明白为什么不能带恨。你光听我说还不明白？我这个直播，我都说，我又去翻了一些和原生家庭相关的书来读，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不能带恨。我都说，因为只要有恨，就永远有拉扯，永远不能真正走出痛苦和伤害。这不我说了吗？哪本书抄袭我？是你给了我鼓励和支持，也让我直面自己的问题，让自己越来越好。关键肯定又不是在我们小卖部买的书，你说气不气人？看了我一个直播说，给大家说挺有道理，但是具体什么意思呢？我再去别处买点书我看看。这1里1外，我现在多少带点恨意了。我现在有时候遇到这样那样的烦心事，我偶尔会用你的语气去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一句：“姐们儿，多大点事儿。”其实今天我在加班，很晚了。我想着，反正不能下班，不如把做的梦实现一下，在加班到深夜的时候给你写信，这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了。想象力有待提高啊！啊，好尴尬的结束语啊！对呀。但是非说不可，因为加班到深夜不常有，而我选择在这时候写信也不常有。最后祝你快乐，这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了。加班的深夜给你写信，这姐们这日子也挺苦啊，姐们啊！人家不都在那个摇椅上慢慢摇，什么一起慢慢变老。你这加班本来就挺忙，还打字给自己加工作量，浪漫。少买点书吧啊，没事看看我直播得了啊，没必要。佛学入门听一听。欢迎大家，新朋友点关注啊。蛋总最近有个困扰，我的家人从小对我属于放养状态，人生大事都由我决定。大学毕业以后呢，我想过安稳的日子，我选择了回家考公，家里人总是和我唱反调，让我去考教师。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最终呢也成功了。我过上了我想要的安稳的生活，但精神生活十分堪忧。我的家人一边以我为骄傲，四处吹牛，一边又觉得在他们身边可以控制我。我父亲以我在家工作为由，让我替他照顾父母、教育孩子。我很反感，是啊，搁谁不反感？但心软，总是按照他说的去做。虽然很累，但还是会给自己洗脑，是因为我爱我的家人。这个春节，我的爷爷奶奶给我相亲了一个家乡的对象，认为他距离近，可以对他们有所照顾。在我反感的情况下，道德绑架我，同意和那个男孩在一起。我父亲在我提出想要继续读书的想法时，让我老老实实找人结婚，别想那些没有用。我才恍然大悟，这亲情背后满是功利。我是很容易被亲情左右的人，我知道继续下去我会一直内耗。我选择抛弃现在的生活，远离家乡和家人，只有物理上的切断才能让我摆脱精神上的控制。蛋总，我要去上海生活了，请祝我好运吧。祝你好运。虽然很冒险，但我真的祝你好运，应该会好运，祝福你。勇气会给人带来好运的。加油，祝你好运。给这个姐妹儿来上海，这个
给他寄点什么见面礼啊，同事。这来上海让他们让姐们尝尝我们这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内蒙牛肉干吧，给他寄点牛脆脆吧。突然想，我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上海的见面礼，吃点牛脆得了。祝你好运啊！非常好，你一定会好运的，有勇气，是吧？然后学习能力很强，对不对？是吧？这说的轻描淡写，这考公哪那么容易啊？这你一考不也考过了吗？说明学习能力很强，没什么问题啊，加油吧，冲起来，多挣点钱。是不是？真挺好，非常支持，非常支持。这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你看这个姐们就知道，就不用跟他说，他就理解了这个道理：沉没成本，不参与决策，是吧？按说他都那么辛苦考试都考过了，都有稳定的工作了，不要了，为什么？沉没成本，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非常好。做好充足的准备，全力以赴吧。